想象一下，想象一个不执着于结果，不试图去控制现实，也丝毫不在意他人看法的你，一个无论如何都很好的你。闭上眼睛，去感受一下，那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身体是放松的，呼吸是深沉的，你的内在没有战争，只有一片宁静的湖泊。你做的每一件事都只是因为你想做，而不是为了证明什么或换取什么。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一种遥不可及的理想？在过去，身为一个凡事都想亲力亲为的经营者，我也一直认为这不可能。我的人生核心问题总是围绕着我还需要做什么，直到一个改变我生命的隐喻出现。我是爱妃，今天我想跟你分享这个隐喻，一个简单到近乎天真，却又深刻到足以撼动你整个生命根基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你能强迫一株植物生长吗？你先别急着回答，我知道你可能会说，当然可以呀，我给它浇水，给它施肥，把它放在有阳光的地方。是的，你可以做这些事，但你静下来，诚实地问问自己，你真的认为是你在让那株植物生长吗？是你的意志力让它的细胞开始分裂吗？是你下的命令让它的根茎奋力钻进土壤，让它的嫩芽迎向阳光吗？不，从来都不是。那股生命力，那股神圣的、不可言喻的创造力，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宇宙，称之为神性，称之为道。无论你叫它什么，它都远远超越任何个体的意志。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强大，正是因为它像一面镜子，清晰地照见了我们在生活中不断重复的徒劳的强迫症。我们试图强迫我们的事业在我们想要的时间点达到我们想要的规模，我们熬夜，我们牺牲健康，我们把行事力填满，仿佛只要我们足够用力，那个商业帝国就会拔地而起。我们试图强迫某个人爱上我们，或按照我们的方式来爱我们。我们精心设计每一次偶遇，揣摩每一条讯息。我们付出、讨好，甚至控制，以为只要我们的爱足够强烈，就能扭转对方的心意。我们试图强迫别人认同我们的观点，在会议室里，在家庭聚会上，在社群媒体的留言区，我们辩论，我们引经据典，我们提高音量，渴望用语言的力量去征服另一颗头脑。但这一切强迫的背后，流动的能量到底是什么？是控制。现在我想请你回想一下，你生命中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当你感觉到有个人，无论是你的父母、伴侣还是上司，他正试图控制你，要求你必须按照他的剧本去演，你当下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抗拒？哪怕他的要求是为你好，你的身体、你的能量场是不是都会不自觉地缩紧？你的呼吸是不是会变得短浅？你感觉到一股能量在你体内升起，它在说退后。这就是宇宙中最基本也最常被我们忽略的法则之一：执着创造抗拒。当我们对任何事物、一个人、一件事、一个结果产生强烈的期望与执着时，我们的能量就不再是纯粹的创造，而是带上了一种索取和控制的频率。而宇宙中任何一个拥有自由意志的能量体，在感受到被索取和控制时，它的本能反应就是后退，就是逃离。你越想抓住手中的沙，它流失得越快。你越是用力去推一扇门，它反弹回来的力道就越强。这不是什么玄学，这是我用真金白银和无数个辗转难眠的夜晚学来的教训。
我想跟你分享我刚出社会时的一段故事。那时候我进入了竞争极度激烈的女鞋零售业，在那个环境里，一切都以数字说话，每天、每周、每月都有你必须达成的业绩目标。一开始的我就像一头好斗的公牛，眼睛里只有那个红色的业绩数字。我的脑子里装满了各种销售话术，我的身体语言充满了侵略性。客人一走进店里，我就像雷达一样锁定他。我的能量在大喊，我要把鞋子卖给你。我会巨细靡遗地介绍鞋子的材质、设计、搭配。我会告诉他现在买有多划算，错过会有多可惜。我用尽了所有我学来的技巧，试图去强迫这个交易发生。结果呢，你可以想象，客人们常常被我那种过于用力的能量吓跑。他们会礼貌地微笑，说我再看看，然后像逃离什么一样迅速离开我的视线。我的挫败感越来越强，业绩也越来越差。我越是用力，那扇名为成交的门就关得越紧。直到有一天，在又一次被客人拒绝后，我累了。我坐在仓库的小凳子上，被堆积如山的鞋盒包围，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我对自己说，够了，我不想再这样推销了。就在那一刻，一个念头闪过，如果我不想着要卖掉任何一双鞋，会怎么样？第二天，我带着这个全新的意图回到了卖场，我的状态完全不同了。我的肩膀是放松的，我的微笑是发自内心的。当一位女士走进来时，我没有立刻冲上去介绍产品，我只是对她微笑，然后继续整理我的货架，给她自由浏览的空间。过了一会儿，她拿起一双高跟鞋，眼神里有些犹豫。我走了过去，没有说这双鞋很棒，而是轻声问她，你在为一个特别的场合挑鞋吗？他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告诉我他下个月要去参加一场重要的婚礼。于是我们的对话就从这场婚礼开始了。我们聊到了他的朋友，聊到了他要穿的礼服，聊到了他对那天的期待和一丝丝的紧张。在那15分钟里，我们完全没有聊到鞋子。我只是在听，在感受，在真诚地与另一个生命连结。最后是他自己主动问我，你觉得这双鞋配我的礼服合适吗？我这才根据我对他的了解，给了他最真诚的建议。那一单成交得无比自然，无比轻松。他离开时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还给了我一个温暖的拥抱。那一天，我的业绩是我那个月最高的一天，但比业绩更重要的是我内心的感受。我第一次在工作中感受到了流动的喜悦，而不是战斗的疲惫。我终于明白，我的工作不是去卖鞋，而是去创造连结。当我放下对成交这个结果的执着，专注于给予真诚的关心这个过程时，成交就成了自然而然发生的副产品。我的能量从索取变成了给予，人们不再想从我身边逃离，反而被我吸引。这背后的心理机制是什么？小我的控制其实是一种生存策略，它源于我们过去经验中的创伤和痛苦。他害怕未知，所以他试图将一切都纳入自己熟悉的可控的范围之内。但他不知道的是，生命中最美的风景恰恰都发生在那些我们未曾预料的未知里。好了，故事讲完了，你可能会觉得我理解了，放下执着，专注过程。但让我们再往深挖一层，让我们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所有这些试图控制、试图证明、试图索取的行为，它们的根源究竟来自哪里？
有没有可能，它们都源于一个深埋在我们潜意识里，连我们自己都很少察觉到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值得吗？我值得被爱吗？我值得拥有成功吗？我值得过上轻松丰盛的生活吗？因为我们在内心深处怀疑自己不值得，所以我们才觉得必须做些什么来换取那个值得的资格。我们必须业绩达标，才能证明自己是个有价值的员工。我们必须温柔体贴，事业有成，才能证明自己值得一份美好的爱情。我们必须达成某个世俗意义上的结果，才能向世界也向自己证明我们的存在是有价值的。这个值得感的游戏，我们从童年一直玩到成年，玩到精疲力尽。我们像是仓鼠跑轮里的那只仓鼠，奋力奔跑，渴望跑到那个我终于值得了的终点，但那个终点却永远在前方，可望而不可及。但是如果我现在告诉你，这整个关于值得的游戏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谎言，一个由我们的小我精心设计的最底层的陷阱呢？这可能是你今天听到的最颠覆性，但也最能让你获得自由的真相。我们既不值得，也不值得，因为值得 worthiness 这个概念本身就只是一个人类头脑创造出来的一个关于评判和比较的二元对立的幻象。现在我想邀请你，如果可以的话，轻轻闭上眼睛，跟着我做一个想象。想象一个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小小的婴儿，你可以想象成你自己的孩子，或是你见过的任何一个新生儿。你看着他躺在小小的婴儿床里，安静地睡着。你甚至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奶香，他的小胸脯随着均匀的呼吸轻轻地起伏着。他的小手时而握成拳头，时而舒展开，他就在那里纯粹地存在着。现在问问自己，这个婴儿他需要做些什么来向你证明他值得你的爱和照顾吗？他需要学会背诵名人名言吗？他需要考到全班第1名吗？他需要长大后赚到年薪100万才能换取你的拥抱吗？他需要每天对着镜子念诵100遍我很值得的肯定语吗？你看，当我问出这些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这一切都无比的荒谬？当然不需要，他什么都不需要做，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圆满，就是一切，就是值得被爱的全部理由。你爱他，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是什么。他就是生命本身，脆弱而又完整，神圣而又真实。现在慢慢地睁开你的眼睛，那个婴儿就是你我最原始的状态。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从来没有人给我们一本值得感的说明书，告诉我们必须完成哪些任务才能解锁被爱的权限。是后天的教育，是社会的比较，是小我的恐惧，让我们慢慢相信了那个谎言。我们必须去赢得我们的价值。那株植物，它也从不纠结自己是否值得占有这片土壤，是否值得享受这缕阳光。它只是自然地向着光的方向生长。它的存在就是对生命本身最大的礼赞。所以，亲爱的，真正的灵性觉醒，真正的自由，不是去上更多的课程，做更多的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值得。不，真正的自由是彻底的从值得非不值得这个二元对立的游戏中解脱出来。你就是你，你的存在本身就是神圣的许可，
你不需要向任何人，包括你自己，去证明你的价值。当你意识到值得与否本身就是一个概念陷阱时，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我非常非常想知道，请在留言区分享你的顿悟，让我们彼此点亮。这个顿悟对我来说不是一个空泛的理论，它来自于我人生中最深刻的一次自我剖析。我想与你分享这个非常私人的故事。很多年前，在一场潜能开发大师的课程上，他向台下数千名观众提出了一个问题：你的人生核心问题是什么？ What's your core question？ 他说，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都有一个不断重复播放的核心问题，它像一个隐形的作业系统，驱动着我们大部分的选择和行为。当我听到这个问题时，我愣住了。我开始向内探索，而那个浮现出来的答案让我自己都感到了震惊。我发现我的人生核心问题永远都是那一句：我还需要做什么？无论我取得了什么成就，无论我完成了多少工作，我的内在总有一个声音在问：还不够，我还需要做什么才能真正安心，才能真正觉得自己够好了？我还需要再读一本书吗？我还需要再多上一个课程吗？我还需要再多赚一点钱吗？我还需要把身材练得再好一点吗？我的整个自我价值完全建立在行动之上。我像一个永动机，一天不工作，一天不健身，一天不学习，我就会被巨大的罪恶感和焦虑感吞噬。我以为我在积极地创造价值，但实际上我只是一直在试图填补那个名为我不够好的内在黑洞。我像一个精美的陀螺，在外人看来，我转得飞快，光彩夺目，充满了能量。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内在是空的。我害怕停下来，因为我知道，一旦我停下来，我就会倒下。那天的顿悟让我泪流满面，我终于看见了那个捆绑我多年的隐形的枷锁。现在我想把这个问题也轻轻地交到你的手上。如果可以，让我们一起安静1分钟。你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那个在你感到压力、焦虑、迷茫时，总是在你脑中回响的幽灵般的问题是什么？是不是像我一样，关于行动，我还要做什么？是不是关于安全，我怎样才能不被伤害？怎样才能保证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是不是关于认同？如果我不是完美的，还会有人爱我吗？别人会怎么看我？是不是关于匮乏？这一切会不会随时消失？我怎样才能拥有更多？找到这个问题，看见它，不要评判，只是温柔地看着它，因为看见就是疗愈的开始。看见它，你才能从这个自动化的城市中拿回你的选择权，你才能对那个不断问着我还要做什么的自己说：亲爱的，你已经做得够多了，现在你可以休息了，你可以只是在这里，从 doing 的模式切换到 being 的状态。所以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那株植物，你现在终于明白了，你作为花园的主人，你的工作从来都不是去强迫那株植物生长，那是神性，是宇宙，是生命本身的工作。你的工作是去滋养它，你的工作是弯下腰，温柔地拔除它周围的杂草，那些来自外界的评判和你内在的自我怀疑。你的工作是为它浇灌清澈的水，用知识，用爱，用美好的体验来滋养你的灵魂。
你的工作是确保他能享受到温暖的阳光，让自己多去接触那些能让你感到喜悦和扩展的人事物。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意味着将我们的焦点从对结果的执着彻底转移到对过程的投入，专注于成为最真实的自己，专注于带着一颗纯粹的不求回报的意图去付出、去创造、去爱。你写一篇文章不是为了获得10万点阅，而是因为你有话想说，你想透过文字与世界连结。你做一个产品不是为了成为亿万富翁，而是因为你对这个公益充满热情，你渴望为人们的生活带来美好的改变。你对一个人好，不是为了换取他的爱，而就只是因为爱从你心里满溢了出来，你想分享。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纯净的管道，你放下了小我的控制和干预，允许那股比你更宏大、更智慧的生命力透过你来共同创造。你会发现你不再需要那么用力了，事情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轻松地展开，对的人会出现，对的机会会来临。你苦苦追求的那些结果，反而会在你不经意间像礼物一样来到你的面前。因为当你停止强迫植物生长时，它才能真正的为你开出最美的花。真正的魔法在你放下控制的那一刻才刚刚开始。如果今天的分享在你的心里哪怕只是种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请务必点亮这颗爱心，并且订阅我的频道。你的支持是我能够继续分享这类深度内容最大的滋养与阳光。而且你也知道，像这样挑战主流思维的内容，其实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可能因为某些原因而消失。所以我会建议你，除了订阅之外，也立刻把它保存下来，在你需要力量的时候，可以反复回味。